你的嘴不牢靠，不能告诉你。对了，派人去趟寿康宫，如果看到婉儿格格去了的话，立刻回来禀报。是。哎，皇上，今儿是太后礼佛的日子，他老人家一大早就去了雍和宫了。哎呀，王爷，咱们得快点。哎呦，赶不上了。莫四儿，你这地儿快到了没有？前面就到了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您可慢着点，身体呀！什么慢着点，这快着点。您这王爷，着急呀，快到了没有啊？慢着点。太后怎么说的？哎呀，太后不在，那怎么办呀？咱们得救救老爷，赶紧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走，先跟我回府。啊！王爷，嘿，莫三儿啊，咱不是看鸟吗？怎么跑鱼池来了？这个？嗨，王爷，鸟儿就在里面呢，是这家掌柜养的。啊，杀鱼还养鸟？嗨，王爷，您进去就什么都知道了。走。哎，哪儿啊？哎呦，六王爷，这小子谁呀？程掌柜的，掌柜的，王爷来看鸟，鸟呢？哦，鸟在里边了。王爷，请。请王爷。请。哎呵，啊，走。哎，王爷您慢点啊。哎呦，嘿。我这没见过呀，是不是啊？西洋的玩意儿啊！还哈喽呢！哎啊，哎，哈喽，你这有意思！哎，莫三儿，你小子嘿，行，哎，回头我得给你赏钱啊！今天真是没白来呀！哎，你看。哎，这可真是有办法，你们啊！六王爷，怎么样？我没骗您吧？哎呀，好，莫三儿，真有能耐，有本事。你看王爷多开心呐！哎，你这什么鸟啊？这是？哎呀，你们这是谁想的主意啊？稀奇古怪啊！有赏，有赏！小六王爷，跟你他娘的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在我前面加个小字，我才是真正的六王爷。是，您是六王爷，小的知错了，去！六爷，您这儿没什么事儿了吧？没什么。那老东西怎么来了？那是我们掌柜的一个朋友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这小的就不知道了。真不知道？真不知道。哎，六爷，您这是怎么着？见你们掌柜的都不行了？哎呦，不是，六爷您误会了，小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咱这儿不是也有规矩吗？狗屁规矩！爷可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，大清朝唯一的六王爷，所以本王就是规矩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，小的知道。告诉你们掌柜的，他爱巴结谁巴结谁，本王不管，但要坏了本王吃鱼的心情，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鱼池，就是10个鱼池也他娘的给他掀了！哎呦，六爷恕罪，一帮狗奴才，恕罪。何大人，
这。干什么？啊？看你们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到53刻了吗？圣旨下来了吗？都盼着刘大人死，是不是？站远点儿，给我搬个座。是。哎呀，刘大人辛苦了啊！好说好说。大人，刘大人啊，本来呢是想给您也拿个座儿啊，可是这么多大人看着呢，不合适。心领心领，何大人，我这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海涵啊，海涵，好说好说。哎，何大人，这有个不情之请啊。您说，我这儿跪一上午了，我跟地下坐会儿行吗？您随意。多谢多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刘大人，刚才我就看着您，一直看着天上，您在看什么呀？何大人啊，我这看看呢，这一会儿就上去了，我看看天上的道啊，我别再走迷喽啊！啊！刘大人呢？听您这话的意思，您还要上天呢？那怎么着？您说，有您何大人在这儿，这下18层地狱也没我的份儿啊！刘大人呢？刘大人，您这心是真大呀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说俏皮话呢？何大人，别逗了。那您说怎么办呢？现在，何大人，说句良心话，您觉着？今儿皇上还真能把我给砍了啊！怎么着，刘大人，您这是真害怕了？何大人，开什么玩笑？掉脑袋的事儿，谁不害怕呀？要这样的话，那我给您交个实底啊。刚才宫里来人，您猜他跟我说什么了？说什么呀？您的岳丈六王爷家里来鸟了啊！所以。他根本就没去见太后，完喽完喽完喽！但是，好像婉儿哥哥去了，那管什么用啊？可是呢，我听说这个太后老佛爷他一早到庙里礼佛去了，这婉儿哥哥八成也没见着他。哎呦，何大人，咱说话别大喘气行吗？这一会儿再把我吓死，您这……还有啊，还有。还说这皇上正在拟旨呢。刘大人，您说没人去给您求情，那皇上此刻拟的旨，是要放了您呢，还是要砍了您呢？你问我呢？何大人，现在是我要砍头，我哪儿猜去我？行了，刘大人，我一直以为今天就是唱一出折子戏，皇上怎么舍得砍您呢？对不对啊？就这53刻没到的时候刀下留人就把您给放了。可直到刚才宫里来人，这才让我觉得是吧？刘大人，您如果还有什么后手，您跟我说一声。这么多人瞧着，您别让我一会儿下不来台呀。何大人，您这么说话可就太没良心了。我这被绑着拴着跪一上午，你让我猜，我哪儿猜去呀？啊？这就是真的，您觉得像折子戏吗？这个，对不起啊，刘大人，对不起，我没忍住不是你既然这样，宠如兄，何某就跟您掏心窝子说几句。您说，您说，咱们同朝为官斗了这么多年，要今儿您真的被砍了。我这心里还真舍不得您，您说您何必这么较真呢？哎，
皇上他不让您查富国泰，那自然是有皇上的考量。他都已经给您台阶了啊！您说几句软话，您下了这台阶，何某和满朝文武啊为您一求情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可您倒好啊，您非要以死相逼啊！您说，今儿要真把您砍了啊，以后我上朝我看不见您这副嘴脸，我得有多寂寞呀！您这就是兽性老上吊，您嫌命长啊！何大人啊，听您这一番话呀，我心里明白了。想我刘墉为官这么些年呐，没想到我还真能遇见明白人。行了，刘大人，都这个时候了啊，您说这拍马屁的话没有用。再说我也没有您说的那么明白。我有什么明白的呀？何大人，我说我遇见明白人，我没说遇见您了。把座撤走。是。不知为何呀，每次到你这里来，我这心里头都是十分的愉悦。黄先生日夜操劳，难逃尘嚣纷扰，来此清静读书之地，故而悠然自得呀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魏院长，什么事？莫先生送过来6条鲤鱼，说是给学生改善伙食的。我过来问一下您，是清蒸还是红烧啊？清蒸吧，火候小点。哎，我知道了。魏院长，为何你的书院里还有如此相貌丑陋之人呢？黄先生，此人程八尺，是我的一个同乡。别看相貌丑陋，可是却有一手极好的厨艺。前些时过来投奔，我就把他留在书院的后厨了。厨艺好也不成啊，就这张脸看着就反胃。是，就你话多。奴才多嘴。黄先生，请。国丈大人，国丈大人，圣旨到了。到什么？还没信儿呢。那就劳烦何大人多盯一会儿，待会儿圣旨到了再叫我啊。不是，爷俩就没一个好东西。爷儿俩就没一个好东西，那就请何大人不要同流合污了啊！不是啊，国丈大人，我刚才说出声了吗？我还以为我就是心里嘀咕了一句呢。挑个时候，到我那儿拿走你写的那个字据啊！国丈大人，您看您这话说的。我还不是看您挺无聊的，我跟您逗逗闷子，逗您玩呢嘛。是这么回事儿。以后没事儿的时候，少跟我逗着玩儿。这人呐，一上了点岁数，他不识逗啊。行，下次一定注意，一定注意。何大人，
什么？皇上出宫了？开门！谁呀？开门啊！来了！秦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给老爷办丧事呢。哎，我没说完了。多放点啊！秦大哥，你看，秦大哥。秦朗回来了。大人，秦朗回来晚了。你不是说好要一起办案的吗？你怎么能丢下我们就走了呢？你们两个是怎么办的啊？我这就几天没回来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两个干嘛吃的？夫人，老爷是怎么死的？谁告诉你老爷死了？夫人节哀，您的心情我能理解。您就说吧，老爷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老爷怎么死的？谁跟你说老爷死了？你刚刚在门口不跟我说老爷死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俺现在办的这个事是老爷死的事，但是老爷人没死啊。什么意思啊，夫人？皇上下了口谕，说要斩了老爷。那老爷不还是死了吗？哎呀，这只是口谕，圣旨还没下来呢。老爷没死。死娃子！我告诉你啊，有些玩笑能开，有些玩笑不能开。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你那是你自己没听明白，你赖我呀！谁没听明白？你刚才怎么说的你？我……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皇上不会斩了老爷的，他要是想斩老爷，干嘛要把老爷派到山东去？他还留着老爷有用呢。再说了，这不还有我爹呢吗？虽然他平时糊涂啊，但这关键的时候他不会糊涂的。放心，死不了。夫人，那咱这铁盆还续吗？东西还买不买了？这当然了，当然要续上。这声势啊，办得越大越好。虽然老爷死不了，但没事干嘛要把老爷推到午门去，晒上一天啊？这事办得不厚道，丧气。七仔，哎，把消息都给我放出去，让大家把请柬都送出去，让文武百官都看看这忠臣都什么下场呀？看大家以后还敢办正经事儿吗？夫人，消消气，七仔这就去。夫人，咱还请厨子摆席不？这个就算了，太贵。哦。秦朗，你也奔波了一路了，刚刚又受了惊吓，喜儿，赶紧送进去暖和暖和，给他准备点吃的喝的。哦，秦大哥，行。哎呀，刚才都是误会。行，我自己会走。哎呀，快走吧！火盆里的火不能停啊！倒点茶，喝点水，暖和暖和啊！
皇上，心不静啊。魏院长，哎，皇上，朕心里有件事，想问问你有什么看法？皇上，请讲。近日朝堂之上，有人状告国舅，说他贪赃枉法、徇私舞弊，而且总之都是十恶不赦之事嘛。于理来说，朕应该大义灭亲，法办国舅。可是于情而言，朕应该顾及皇家的脸面，不予追究。你说朕该如何办才好啊？皇上，这……魏院长，朕之所以愿意来你这里，并不是因为你的书法造诣如何了得，最关键是因为来你这里，你我不必拘泥于君臣礼仪，更不用虚假客套。所以，有什么看法，尽管说。是皇上，以草民之见，跟皇上心中答案相同啊。你知道朕心里有什么答案吗？舍得，有舍才有得呀。这个道理，朕自然明白。可是，一边是忠臣良将，一边是皇亲国戚，朕应该舍谁，又该得谁？舍奸邪，得忠义呀。你的意思是要朕大义灭亲吗？不，皇上，国舅爷虽然枉法，但毕竟是皇家之人。正如皇上您所说，牵扯到皇家脸面，不可轻动啊，只需暗中警示其予以收敛即可，故而国舅应得。而那告状之人，既然敢于直言进谏，想必一定是国之栋梁、忠义之士，所以也是应得呀。魏院长，刚才你说要舍奸邪得忠良，可是你的这番话里头没有奸邪之辈呀。皇上，奸邪并非是人，而是权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魏院长，你果真是知识渊博，一语道破天机啊！皇上过奖了。好，朕就再试试这“舍得”二字。圣旨到！接旨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奏山东巡抚傅国泰贪赃枉法、徇私舞弊一事，朕思量此事虽无证可佐，但言已出，又关忠臣名望，故不可了事。先命九门提督和珅为钦差，前往山东调查此事，有之严惩不贷，无之则为正名。令
山东各部官员弹劾刘墉玩忽职守一案，经查大不属实，但其认罪且无狡辩，是为悔过之心尚存，又念其以往之功绩，故免死罪，贬为庶民，钦此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哎呀，哎呀，刘大人，哎，哟，何大人，哎呦喂，何大人，这一上午您陪着我得多辛苦啊！我这职工之令给您行一个啊，我这……哎呦，行了，宠如兄，您就别逗我了啊！我找您呢，是想跟您说点正事儿。何大人，您这就玩笑了。您朝堂一品大员，我普通老百姓，您能跟我能有什么正事儿啊2斤大红袍，我跟您说一件事儿，您帮我分析一下。那行。宠如兄，皇上派我去山东查富国泰一案，您觉得他是真的想让我去查案吗？何大人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皇上不想办富国泰啊，此事事关国家颜面，他就这么点事儿。要是依您所言，事关国家颜面，那这案子不查不是更好？可是，在朝堂之上，他把您……哎呦，行，何大人，您这嫌我没死啊？您这刘大人，您就别逗我了，您死不了，护城河里的王八死了，您都活得好好的，命长着呢。嘿，何大人，您这怎么说话呢？您这是，你要是这么问我，我得问您一句了，您是不是做贼心虚啊？我做什么贼？我心虚什么呀？那您心里还不清楚您心虚什么吗？您是担心皇上啊，把你跟富国泰当成一头的。如果要是那样的话，拿这事儿一试探出来，皇上他就这不是一锅端了吗？是不是？刘大人，您不要胡说八道啊！您别吓唬我呀！咱不斗了，不斗啊。2斤大红袍，2斤。哎，何大人，您怎么忘了刚才圣上是怎么说的？圣旨上说，左都御史刘墉奏山东巡抚富国泰贪赃枉法、徇私舞弊一事，是这么说的吧？没错，怎么了？说我时候怎么说的？就说山东各部官员弹劾刘墉玩忽职守一案，经查……哎呀，就这。什么就在这儿了？这还不明白吗？我那是案，您这是事。宠如兄的意思是，皇上派我去山东，只是平事儿，不是查案。这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哎呀，宠如兄这么一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谢谢。 2斤大红袍，得嘞。回见，回见，慢走。算好这一局，咫尺天涯。这万丈红尘，怎不牵挂？连这一草一木一花，心系江山如画。多少人家把酒话，桑麻。
已盛进一杯茶，想要个回答。看走了来了，恨了爱了，事了拂衣，放任生命虚化。斜阳古道西风瘦马。老爷，老爷，夫人说的准呀，你真没有死啊？夫人可好啊？好着呢。老爷，你在这里坐着干什么？上屋里头去吧。等会儿，媳儿，啊，咱们看看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媳儿啊，哎，什么人在活着的时候能看着自己的灵棚子？这不容易呀。看看，看看，媳儿，哎，这是你打的？不是，我没有打。老爷，要是我打的，我打的比这好啊。小胖子是你吗？那不是我，老爷，你可别开玩笑了。老爷这都死了，我也没见你把老爷那个锅给我发送。老爷，你要是真死了，我都想好了，我把那个锅带到身边，锅在我在。你哭什么哭啊？老爷又没死。老爷没死，没死。媳儿啊，哎，你说人活100年，最后也就是这个。媳儿，哎，你说人都有一死，那咱们这个案子是撂下不干了呢，还是把它干好呢？老爷，咱不干了，幸亏没把你脑袋给砍了，要是砍了你的脑袋，你说咱这一大家子人家怎么办？我倒不这么想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既然人都有一死，要么不干，要么他娘的一竿子插到底。今儿啊，这是好木头。不是好木头，夫人说了，用好木头太浪费了，这只是个摆设。我觉着还可以的，这个啊，这个不好。媳儿啊，哎，老爷100年之后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你就给老爷来这么一副，这个我看就可以。老爷啊，你别说那么丧气的话。这有什么？今儿啊，给我搬个凳子。哦。老爷进去试试。哎，老爷，传言说这活人不能进棺材，进棺材是忌讳啊。你听谁说的？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棺材。棺材。棺材，棺材，升官发财。老爷这就算死过一回的人了，以后就是百毒不侵，进去试试，就剩升官发财。我进去不进去？老爷，我扶你进去。抽开，抽开。好嘞。还挺好。老爷，你慢着。好好。老爷，六王爷来了。请啊。仙儿啊。明白了，老爷。
姑爷，姑爷，我的好姑爷呀！我的好姑爷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？你在满朝文武里可是个大忠臣呀！你这一走，奸臣当道，这皇上可怎么办呢？我闺女可怎么办？这不是守寡了吗？哎，你说我也是托大了。我这个时候，我看什么鸟？我的姑爷呀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儿子呀！姑爷呀，这几年我待你一直不薄啊！你怎么就忍心扔下我你走了呢？我可怎么办呢？我闺女可怎么办？这么想呢？王爷，您坐着，您坐着啊，没事啊。岳丈大人，说得好啊！别怕，别怕，活的。岳丈大人，小婿这厢有礼。不是，你这混蛋小子！子流有你没死呀？一回来就装神弄鬼的，别把我爹给吓着。什么事进来说。好，岳丈大人请。王爷，哎呦，你个混蛋！王爷息怒，王爷息怒，王爷息怒，您里边请，您里边请。哎，你可气死我！您慢着点，气死我！岳丈大人千万不要生气，我这人跟您逗着玩呢，玩笑开过了。您喝茶，您喝茶。岳丈大人，您可不能老这么不言声啊！您要这么不言声，我上您府上把您那鸟都给放下我。敢！你小子还气我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那些鸟是我这些年的心血，动手我跟你玩命。明白。那您得说说呀。今儿我这脑袋可差点没搬了家，这事儿岳丈大人不得说两句吗？你说我说什么呢？你当时怎么想就怎么说呗。那我没怎么想，我怎么说呀？看来我还得放你鸟去，我这。坐，听我跟你说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自打皇上一赶我出去，我心里就明白了，皇上是想让我找太后去。我可真去了。可我打那儿一出来，我这么一琢磨呀，这事儿不对。你说我要真这么做了，我这贤婿就平安无事了。那你要平安无事了，那可是要出大事儿了。等会儿，岳丈大人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什么叫我平安无事到出大事？您还是盼着我死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您是什么意思？我就跟你明说了吧，我不想让你当这个官儿。哎，岳丈大人，这刚才跟棺材那儿您说的可不是这个啊！您那都不算数，此一时彼一时。还，哎呀，
你说人家当官啊，人吃香的喝辣，你当官，吃我的喝我，行，吃我的喝我的，那我养得起你，谁让你是我姑爷呢？我也不能眼瞅着我闺女，那跟你遭罪受苦，是不是？是。可是咱不能顶撞皇上。那皇上是谁？真龙天子九五之尊呢，一句话能灭你九族啊！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打算的，啊？你到山东调查富国泰，那动静太大了，搞得是满城风雨，尽人皆知。那人家有防备了。那老话怎么说啊？猫抓刺猬，你当时是下不了爪了，是不是？可你小子精啊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你回到京城，你气皇上，让皇上诚心定你的罪，哎，你再把我给搬出来，让我去向太后求情。你再说什么？我不再调查了。嘿，这么一来，你左都御史这官还保住了。你说你可多精啊！